等一下，让我把画面切过去。好了，一瞬间就这么开始了。好，所以这个斌哥，刚还有网友，我要特别先讲，我刚跟斌哥讲了，我们也觉得妈莫名其妙。网友在刚刚5点44分的时候就问说：“斌哥不是都6点来吗？现在怎么还没有到呢？”我想说，妈，你是瞎鸡巴讲什么小啦？干，这个基本上明明没有到6点，你是要我们怎么样？而且今天下雨嘛，斌哥的交通方式就是跛练的，就是2只脚在那边走啊，所以会稍稍 delay 一点，对吧？还好我会去吃个东西啊，所以还好啊。对啊，但是就是我想网友讲了死去活来，害我很多东西没准备好，妈的。好，但不管，总之就快乐的开始了，然后一下子就跟各位讲，对，就是他，你看 Zack Chu 就是他妈。然后我说你家那个钟是狗做的，是不是？他说没有，被我家猫摔坏了，所以没有这个，所以怎么样？斌哥过去这2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嘞？怎么好像波澜起伏，然后各种，我看网友转你的脸书的留言都是各种各样感时伤怀之作，有吗？我不知道啊，看他们转给我都是说，斌哥这个在抱怨谁？这个在讲监察院什么东西？监察院到底有什么好讲的？没有，监察院其实很简单嘛，就是现在他们又提了29人名单嘛，但提那29人名单啊，陈永新当监察院长，然后王荣章当副院长，赖清德你提这个名单，基本上就是他来开玩笑的，对，你就是根本不想过嘛，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就只是显示赖清德准备跟你硬干到底而已啊。他本来就硬干到底啊，对啊，所以你提这种名单不是搞笑吗？然后还有人说啊，他故意提谢振达跟廖婉汝是为了要去列解蓝营。列解个屁啊！蓝营根本不可能会让他过。这2个人也不是主要人物，好吗？妈，你管他列个屁啊！妈，你提马英九，搞不好还有可能列解蓝营呢。这算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我都觉得还好嘛，干最近不用评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很开心。这个因为真心不知道就没有进展，你知道，赖清德很擅长的战斗力就是死拖，是啊，他就在那边拖。你上个礼拜讲，然后下礼拜讲，他妈觉得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新进展，但是我要跟各位承认，看沈伯洋的战术终于奏效了。有没有看到我手上20几页是什么东西呢？不是稿子，是沈伯洋到底闯了哪些祸，瞎鸡巴讲了哪些东西。我他妈要这些纸，我才能够记得住，不然我完全记不住了。这个斌哥，你有遇过有一年有那么多的？阿萨布鲁跟选举完全没有关系的新闻，在那边各种各样的奔跑，然后结果我们还要评这些各种各样奔跑的烂新闻。我先开一个东西好了，这个没有写在上面，我出门前才看到。不知道怎么搞，我觉得现在的记者啊，因为上级交代，党说看这个沈伯洋就是一个瞎鸡巴草包，你给我问一些瞎鸡巴问题，让我可以瞎鸡巴报道，然后记者就被迫问了。那被迫问了之后，沈伯洋也就瞎鸡巴讲，然后底下的网军呢就瞎鸡巴夸。今天那个我看的真的是干大开眼界。好，第一个我不知道斌哥有没有看到，那个记者很为难，他自己当然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东西。他问沈伯洋一个伊朗片的片名的翻译，对不对？你他妈怎么会想到有这个鸟事？干好，因为好像是台北影展。那个记者就问说：“这个，请问一下，这个博洋参选人，那这个有一部伊朗片啊，它的英文名字叫 Harmonica， 应该就是那个口琴啊，干口琴也不能用语音模仿，什么哒哒哒哒哒，他说应该是口琴，可是怎么会这一次的参赛或是参展的那个出品方呢，把它翻作下一个换你吹？”那他觉得好，等等，我也知道这个很好笑，但是问题是我跟你讲，真正的好笑的东西还没来。然后什么？他说这是伊朗片，是不是？好，伊朗片呢？那我们就知道呢，翻译首重信达雅，然后后面瞎鸡巴讲了一堆东西，我后面就没看了。为什么？因为当他讲出信达雅的时候。干，你看底下那网军全面性高潮，干，你没办法想象每个人都说好，太厉害了，
信达雅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过，没想到沈伯洋这么的厉害，这么的棒，竟然讲得出信达雅，哇！信达雅不是国中生就该知道了，是吗？我跟你讲，我要先讲啊，第一个。信达雅这个东西，我为了这件事情，我他妈还去查了。我跟你讲，你应该是最懂信达雅的。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小弟出身电机系，但是生于草莽之中，完蛋于朝廷之下。信达雅呢，是民国初年严复所提倡的一个翻译理论。为什么？因为严复就是一个掉书袋嘛，老学究，所以他的逻辑是啊，因为。干，真的，我觉得他也真的很厉害。他听到这个根本跟他没关系的东西，他也瞎鸡巴讲。好，我们先不管，我们先把这个东西铺陈一下。那信达雅的意思就是翻译啊，要以信为主，就是能够忠实传递，然后再来达，就是完整翻译。那对方说一背后也许有二三的隐喻，你也要翻出来。雅就是以雅为主。好。那所以信达雅呢，以严复来讲，他是怎么落实的？但他落实最后还是输了啦，因为我们现在都叫演化论，对不对 ？Evolution。然后这个当年严复呢，是把它翻作天演论，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比较雅。干，我们有两个人头吗？我的画面又焦距又失焦了，干，所以每次在笑那个沈伯洋的时候都笑好，所以最后呢变成演化论。得名。好，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就算听过信达雅了，对不对？干，那这个张哲元说：“兵哥晚上好。”好啊，你听到信达雅之后，我没有想象到是底下一堆人在那边瞎鸡巴说，我这边第一次听过，我从来没听过信达雅。哇，他太棒了，他真是触类旁通，他真是什么都能回答。我们有这样子的市长，简直棒到冒烟啊！平哥，这个借问一下，您是文学相关背景的，中文系我应该没记错。信达雅这3个字，他妈是量子物理，是不是有这么难？这个世代的人都没有听过，都觉得嘛恍如隔世，一见钟情。他妈这怎么可能呢？不是我觉得。信达雅，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不是国中生就该知道的事情，这有什么了不得？是啊，但他们就觉得很了不得啊！想我大沈伯洋这辈子第一次讲，他好厉害，他又会这个，又会那个，又会信达雅。我一直觉得记者会去问他，是因为这部片名叫《换我吹了没》，可能跟 A 片相关。哎呦，专业，没想到这个。对啊，所以会去问沈伯洋，因为沈伯洋是 A 片专家，而且还可以分析，他不只是 A 片专家。这个我跟你讲，不是说青鸟见识少，你知道我这一个部分我被惊呆的结果就是，也许他们真觉得沈伯洋很了不起，也许他们真的无知到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过信达雅，所以他们觉得能讲出信达雅的人来好了不起。也就是他可能是一辈子没有听过什么叫做李白，结果有人背一首李白诗，他说：“嗨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个文采真他妈太棒啦！”看这到底是怎么搞？是108课纲有这么烂吗？不是，而且其实老实讲，严格说起来，那当然这是严复的主张，信达雅没有错。可是如果那个文学作品本身不雅呢，你要把它翻成雅的吗？不雅，我们就出论文，我们就分析你为什么看这个不雅片，然后内心有什么不雅的主张。对啊，比如说你翻 A 片的对白的时候，你怎么信达雅？等等，我跟你讲，我前一阵才看到一个网友讲一个东西，干，我后来就笑死，因为我记得我好像翻过这个介绍。他开场呢，就是一个女骑士下棋的那个，不是骑马那个，跟另外一个男的相约围棋。然后约好就是，如果这个女骑士呢下棋下输了，就要被这个那个。结果没想到这整部片从头到尾下2个小时，最后女骑士赢了，本片结束。什么鬼？我觉得这个很像沈伯洋这一次的反应，就是第一个不相干的东西，为什么你要硬回？是。那就与事件无关嘛。
不是沈博阳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为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记者都会想到来问你？这不就是人家觉得你是个乱七八糟的人呢、你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你都会讲，所以就来问你嘛。啊，你看新闻出来了，他说台北影展的口琴翻译换我吹了没 ？IP 沈博阳说翻译应讲究信达雅。哎，干信达雅是民国初年的严复哎，你他妈是不是亲中这个抗中保台，怎么会引用严复的话？是啊。这个不是也很好笑吗？那是中国人的主张他应该要反对才对，不是吗？是这个样子。你每2个礼拜来一次嘛，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恍如隔世，不是因为很思念你，而是因为他妈什么样给我惹太多事，惹到我这么觉得，干下礼拜怎么还没到？怎么还要这么久？那我先随便讲一个东西哦，到底那个波是什么东西？沈博阳的名片上印了一个波，然后赖清德也跟着波。绿营的各大小明代也跟着播，到底在播个鸡巴屁？其实那个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就是播就是最棒，好棒，就是比如说满积分这种东西叫播。那不能说满积分吗？一定要说播，那说播是什么？第2棒，播就是其次，你知道？他们有播，全部都有，你知道？然后就这样练，这年轻人的很无聊的梗嘛。然后他自己名片上也印一个波，那波是什么？北七对不对？我不知道，白木都可以。不是，那你北七不？我的意思是说，年轻人的风格呢，你可以学，但是你学不像啊。你把这个东西播在那边，我这样讲，我可以确定这个大概是25岁以下。这个不是30岁以下都不是，这应该是10几岁的那种小孩子玩。对，那是怎么样？沈博阳这一次要调整那个投票，已经降到15岁了嘛？真没有，我还跑去问我儿子，他说阿波就是很幼稚的、不要没有什么好讲的啦。对啊，那就是很小的小孩子会玩的无聊梗啊。那为什么民进党现在连我们的大校长赖大校长也搞一个波，希望大家拿到波积分？所以我真的觉得，其实他们会这样玩，就表示他们对网络文化其实不太懂，他们就硬凑，你知道吗？就硬想要去，以为这样蹭了年轻人就会喜欢他们。可是我不觉得年轻人有这么傻，你随便凑讲几个年轻人习惯讲的东西，人家就喜欢你。我不认为年轻人会这样，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么好被骗嘛。这也不是。来，我们做一个选择好了，这个。因为实在烂事太多，我们已经导致不能随便聊，我们要让大家做选择。来，请各位call 1234。第一个，沈博阳跟塔罗牌的奇遇，要听这个，请按1。第二个，沈博阳与战斗陀螺的直落4，要听这个，请按2。第三个就是赖清德跟战斗陀螺的奇遇，请按3。那第4个呢？这个博阳呢想要去对岸访问，1234，请你要听哪一个？请赶快扣一下，我们大概看一下，再往下走，不然沈博阳这种搞来搞去，会搞到最后我们要开始讲的时候会忘记。但他们一边投票，我们一边讲。边哥最近上一集节目在讲不，就是你前面录影在讲什么？我前面录影就是讲一些国际的一些东西，然后。也是一样讲沈博阳啊，讲这个赖瑞龙啊，讲这些东西啊，对啊，就讲国际的东西啊。最近有什么国际东西？伊朗一样，就是美伊啊，就是还讲美伊啊？对啊，现在又说那个美伊不是说都要达成协议的吗？结果现在那个伊朗内部据说一堆人反对。那当然反对啊，他们现在越赚越多，好不好？是啊，而且印度都被打掉3艘船了的。印度现在很干美国啊。印度当然很干美国，不是，但这个也不能怪印度，因为印度偷鸡摸狗就是很习惯。是啊，他为什么每次被打？是因为他每次都闯，他都想说，干你不会打我吧？你不会打我吧？闯3艘都被打，所以都这样。好，有网友说全都要，是不是？来，我们先这样讲。干好，斌哥还记不记得？这个2月23号，沈博阳南下台南了，是帮一个叫做卓佩瑜的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他是立委王定宇服务处的主任，年轻新人要选台南东区市议员，那个选区很硬，因为民进党都是从头选，他没有跟你什么现任优先什么东西，叫4抢2。那沈博阳到了现场，拿出了塔罗牌。斌哥还记得这个很小新闻的后续吗？
我记得那时候就说什么他很会算塔罗牌啊，怎样，就是这样的。然后就很多人在问说，那你为什么不算大罢免？哦，没有他好，我跟你讲，这故事也讲到这里已经很讽刺，但没有，我们要继续。第一个呢，沈伯阳抽3张，因为塔罗牌要当事人抽嘛，对不对？所以他拿了3张给卓佩瑜抽。你现在各位可能没有听过的名字，没关系，我等下就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听过。他拿了3张，那这个金币国王、宝剑国王有数字的是圣杯10。是，那沈伯阳就说：“嗨呀，有数字啊，那一定就10号。”哎，的确，3月10号，沈伯阳把它算出来。是，然后他说卓佩瑜呢抽到这个非常棒，因为能量满满。那卓佩瑜就没过，初选没过，我就知道。干妈的，搞屁呀！而且算了，他算出3月10号哦，然后他说你能量满满啊，你就赞你没问题啊，没过，所以现在被陈立飞抓去当办公室的竞选幕僚了。哎，好，这个第一个也就算了，然后日期对了，人没了。那妈早上去助选，到底干嘛呢？挖洞给我跳，是不是？出了一个新闻很赞，说我算出来初选大概是3月10号，结果人没了，根本没有过初选。你看，你当然没有跟啊，我也没跟啊。我是在做资料搜寻的时候才发现，干没中哎。他这2天不是又在算台北未来会如何？哦，这个才妙，我们等一下慢慢讲。来，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到台南去帮人家助选，然后抽了塔罗牌，最后完蛋，当事人完蛋。好，这已经很不祥了。然后沈伯阳当天还把立院未来2年抽了牌，抽出3张。他说过去2年真的非常累，如果再抽到很累的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抽出宝剑6、圣杯8、金币10。我跟你讲，本人就是贱，我就是把他抽出来的东西，我全部叫 AI 给我再解一遍。你不要听沈伯阳在那边瞎鸡巴讲，来，我叫 AI 解释。来，这个沈伯阳自己讲，宝剑6推着船要离开，圣杯8是累积满满的离开，2张都是离开哦，离开哦，离开。好，然后金币10是家庭物质的圆满，没有包含选战。对啊，所以他自己下了一个结论，不管客观还是主观，都让人想离开立法院，原因可能是想回家，所以立法院的状况不是很好。最后他还不死心哦，因为抽到这个看起来兆头不好，他再抽了一个力量。他说：“嗨呀，真没想到，原来以为会不错的，因为力量在这里啊，变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力量，所以要补给你。”来，所以我们这样讲，我直接讲这个牌面意思，请斌哥帮忙解个牌，因为这实在是太北蓝了。这个东西真他妈不知道怎么搞。好，一个现任立委要参选台北市长人，公开替自己抽牌，抽到的全是想离开、想回家，然后自我安慰说我很有力量。斌哥，来，您也不要说擅长这个塔罗牌，我们来帮他算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以牌面的意思的话，其实就是告诉他不如归去啊，你可以回去啊，回归家庭。对，就这样子啊，不要再闹了。看，来，好，还没完，他上民视的节目呢，又抽了3张。那他这个牌阵呢？跟平常抽不一样，所以也没有什么大阿卡纳、小阿卡纳，或者是正位、逆位。他抽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他过去抽到权状侍者，现在抽到圣杯侍者，未来抽到节制。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我叫他重算了一遍，发现跟他现场讲的完全不一样。好，权杖侍者呢，代表点子多、起步多，但没有整合。不错啊，蛮准的，是不是？没有整合。好，那这个接下来呢，圣杯侍者表示情绪考验，需要被理解。这个要看什么？这个要看他行销包装的时候有没有反击。节制是一个大牌，是一个有人的大牌，叫做调和跟平衡。所以呢，我们要讲的是看这个上民视又抽哦，礼拜1大概影片才会放出来，但是现在已经有人
先弄了，所以这整个东西讲的逻辑是一个观测。第一个，点子多起不多，没有整合；第二个，情绪考验需要被理解；第三个，还要调和平衡。所以这个看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彬哥您再分析一下，我们就牌面以字义上的解释，这到底是什么？这个看起来很明显啊，就是你点子虽然多，但乱打一通，根本不知道在打什么东西。然后呢，你的情绪就要调和，就是你的情绪跟大家有落差嘛，你差距很大嘛。然后最后你还要再求取一个平衡，表示民进党现在在台北市恐怕只有沈伯洋自己单干出头，可是其他人跟他根本没有形成一个连线的战线。妈，你跟沈伯洋一起干，你被拖下水、干你敢吗？你这样你讲你敢，我不敢啊。对啊，所以就变成他到最后就是失去平衡，他没有办法跟大家连成一气。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算得蛮准的、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你知道我这样讲，我们保守一点说，节制是大阿卡纳，那个是一个大牌，意思我们温柔的解释说可以调和，但是讲出来就是你抽到这一张牌，表示你现在没有调和。是啊，那我们认真讲好了，我们认真讲，那沈伯洋为什么打得凌乱到这个程度？除了每天就是三大护法，3个女的，吴思瑶啦，然后那2个女的，一个黄杰，一个是吴佩仪，还有吴思瑶、吴佩仪，还有黄杰，这3个。对哦，等等，吴佩仪还有故事。吴佩仪也请他算过塔罗牌，吴佩仪请那个，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就是很鸡歪，我一定看你有算塔罗牌，我就一定要对塔罗牌的相关的内容。那个时候呢，吴佩仪在直播节目好像也是2月多，就是请沈伯洋帮他算，然后沈伯洋帮他说，很好，为什么？吴佩仪问说我要申请那个建筑所的在职专班，不知道会不会上。然后沈伯洋跟他讲说，非常好，这个看起来很正面，很有机会会上。那后来我查了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各校的公布在职专班，因为在职专班比较早，通常是每年4月。对，好，今年4月过了，对不对？对。然后我再搜寻了一次，我再也没有听到吴佩仪讲在职专班的事情了。请问彬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兆头呢？为什么2月的时候算信心满满，说我就要申请，我就要上了？沈伯洋跟他讲说，你没问题，你就熬，你就战。然后到了6月，都快要到底，都他妈快要端午节了，再也没提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是明灯级的，就是，很恐怖我今天看了他3次公开计算，跟这有4个牌组，没有一个好的，没有一个好下场。你各位，如果你想要跟你老婆离婚，或者是你家的状况有什么太好了，你觉得现在过得很爽，你赶快去找他算。你赶快找他算，你看这个我没有看过吗？全垒打每一个都不中你如果找他算了，如果中了，那是不是很高兴？一定会宣布没有，再也不提了，没有说。还有网友说在职专班有不会上的，你去问吴佩仪啊。在职专班要不上蛮困难的。那你去问沈伯洋啊，我也觉得应该要上啊，可是就。最后就没有再提了啊！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好，我们最后拉回来，因为讲到吴佩仪被他拉走了。你觉得沈伯洋怎么会打到一个最全的样子？好像就他一个人我觉得很简单，就正常来说，你要选台北市长，应该都会帮你组一个很强的团队，然后各司其职，有的人出这个选战策略，有的人去负责联络基层，有的人去安排时程。可是现在看起来完全没有。你看他连打蒋万安都打得很乱，就乱打一通，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都靠别人打。对，那实际上照理来说，民进党在台北市12个区都有候选人啊，你候选人大家的资料收集起来，就可以一大堆的台北市的问政的白皮书，你就可以做了。是啊，对啊，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来打，不就结了吗？他为什么不按照这个打？我不懂。那为什么会打到翻译去嘞？我不晓得。台北市有哪一个区特别重视口琴，不能叫做下一个换你吹？一定要重视信达雅，这到底怎么搞的？干他的文学系，我跟你讲，每天都有他的新闻，而且绿营的网友都说：“干太棒了，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
市长，就是不管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不管什么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不是，他是每个问题都回答，但是回答了让人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子回答比较好吗？这个我觉得他还有上廖小军的节目是啊，我有看到。然后上了廖小军的节目之后呢，就廖小军，你知道，大家在没有东西可以问的时候，一定会问一个，那你头发怎么样？结果沈伯洋还讲了半天，说我每天对这个头发感到最麻烦，所以我后来索性把它剪短烫直了。但我现在实在很想要抓那个照片，就是他以前那个头发不是造型，就是乱嘞。是啊，他就是头发这样子乱，搞他妈一大坨，东一坨西一坨，比我儿子还要乱。但是我必须说，其实教他剪头发的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什么错误？因为以前很多人可能不见得知道沈伯洋是谁，但是一讲那个鸟窝头，大家都知道泡面头。对，那可是现在你让他把头发剪掉，人家既不认识沈伯洋，又不认识鸟窝头了。那怎么办呢？那以后在那个选票上面会不会不知道到底要投给谁呢？是啊，我觉得这恐怕到最后绿营的基本支持者不知道，那个鸟窝头了不见了，要投给谁？不晓得。而且我要讲的是，就是这一次整个是18不到的一个竞选方式。就我刚讲的，这个名片上印个波嘛，波积分，什么超棒，什么东西，这个我都好。可是这个梗不是30岁以上的人会玩，没有意义啊！成年人大概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对，好，那打战斗陀螺也不是这个成年人会做的事情。啊，也有一些啦，但绝对不是主流啊！你他妈，你去东区，你去东区走走看，你在街上问，难道马上一个上班族就可以拿出来？嘿咻，我这边有2盒战斗陀螺，让我跟你现场决战吧！等一下我会跟你深入讨论战斗陀螺这件事。干，我儿子今天又骗走我700块，为什么？因为我叫他去买战斗陀螺，他说：“哎呀，这个到处都是仿冒的，都假的。”我说：“没关系，我就是拿来做一个示范而已。”结果嘞，这一个一看就知道99块，那一定是假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呢，标价149块。好，那为什么我付了700块呢？为什么？因为他买了一个竞技场回来，就是那个整个大的那个塑胶盘呢。我说你以前不是有竞技场？他说我全部都丢掉了。那我没有叫你买竞技场啊。他说我就顺便买嘛，因为不然你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给大家 demo 看。干，那竞技场多大？这么大一个，就是赖清德打也会掉下去的一个。结果我的钱都浪费在一个伪造的、一个假的，跟一个只有我儿子用得到的一个竞技场。干，这到底是怎样？我真的有买，因为我以前有一阵子陪他们在那边瞎玩，但是反正打不赢啊。好，但没关系，怎么会变成一个幼龄化的选举啊？对，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在帮他想这些策略。你说偶尔去蹭一些活动，难免嘛。那蹭了就算了。可是我发现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去搞这件事情。真的，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是认真的。你看，沈伯洋玩了，赖清德也去玩，每一个都去玩。那是干嘛？所有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全部都要玩战斗陀螺玩一遍是吧？要不干脆民进党举办一个战斗陀螺大赛啊？没有，就全部参加啊？可能那个王定宇说：“我有别的东西可以玩，我不会去玩战斗陀螺。”他那个要花8000块的。对，但是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我这一次为什么搞这么不懂，就只能这个样子来，所以。这个蒋万安也被问到，各位你不要以为我们要帮蒋万安辩护，我们也没有，因为最近又有白痴在那边算说，蒋万安现在声量很低啊，英伟反而比他高。我想要干英伟再高又怎么样？又不是英伟要选，不是啊？其实蒋万安跟你比声量高干什么？声量高又不是选票。对啊，我跟你讲，对蒋万安来说啦，因为他现在民调也领先嘛，而且领先的很不少，所以正确的选战打法领先20%还是30%？ 20几%。所以正确的打法是什么？我民调如果领先你那么多，我从头到尾就不理你。本来就不需要回啊。我理你就帮你制造声量，我干嘛？我吃饱了撑的，就不要理你就好了，对啊，你就让英伟去回答就好了，很正常。英伟反正就是他以前都负责干这种事嘛，对不对？这个金老师训练出来的打下手的人也可以
好好的干，那就没有人怎么会偏到一直在打英伟？我真想不通对啊，因为他们自己以为很有梗，说弄个英伟达，那然后呢？然后嘞，你要去买英伟达股票吗？对啊，那不然要英业达嘛？所以这到底在干嘛？结果反而是他们在捧红英伟，我又不知道他做这件事。英文自从跑去那个南半球的兔子岛，然后又回来之后，已经很久没有人关注他。是啊，说真的，这一阵子就让英伟爆红了，那也不错，对英伟个人是好事。然后呢，沈伯洋就一直在那边死咬，就说蒋万安问你什么都不回答，都叫别人回答，他为什么要回答你？因为你落后20几趴哎，我回答你干什么？你关于市政的，本来他该答就会答嘛。对啊，那不关市政的，我回答你干什么？不是啊？难道我也要回答这个翻译要信达雅吗？这我跟你讲，真是有的时候很难评论，就不知道要瞎鸡巴讲什么东西。记者也瞎鸡巴问，我跟你讲，我大概都可以理解。记者被上级长官交代说，是啊，你就给我去问一些让他可以回答有梗的东西。是。那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上级长官呢自己觉得这东西很有梗，妈现场问出来尺度很高，那个记者自己都。请问这个伊朗的这部片呢被翻作下换你吹，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那没有办法啊，长官给这个任务，他就要负责去问这个东西嘛。那坦白讲，以前马德做的工作也类似，就是我也差不多啦，我反正就是要激怒你，我就问一些很敏感大家不敢问的。可是我好奇问一下，就以前的记者好声好气，然后在联访的时候再问一些。其实老实说，以前记者通常不会这么呛，为什么？因为这些记者他大部分都是跑这个线的，所以他跟这些立委其实是很熟的，而且要长时间培养关系。而且你如果老是这么呛去问他，你以后很多问题人家就不理你了。对啊，你看看马德现在还蹲在什么熊看守所。对啊，所以像马德那样子的记者其实是很少见，他会追人家一直这样问这个东西。对，那问题是。现在的记者被交代一定要去问沈伯洋的东西，但是他们问的那些东西，其实正常记者是不会问。就好像我说真的，我是一个记者，我在跑政治线，或者跑立法院，或者跑台北市，我去问一个伊朗的电影的名称翻译干什么？我问他干嘛？都不在一起。而且我这样讲，他真的很硬，我心里是同情他的。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问的记者是谁，到底长什么鬼样子，我不管。他的目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怎么样？网络上引起很多争议。如果你是台北市长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要怎么样？第一个台北市长也不会管那个北影的参赛片，这个东西跟市长的职权无关啊。他高兴怎么翻译跟台北市长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所以这真的蛮奇怪。所以我说真的，如果我是这个沈伯洋，如果不是 say 好的话，如果那个记者问我说这个下一个换你吹。我恐怕直觉反应说这是 A 片嘛？你一讲到沈伯洋就想到 A 片，这真是。而且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进那个这个战斗陀螺，因为战斗陀螺呢前几天他去跟那个冠军一个友谊赛，是，然后在台北后站。这个台北车站的后站，那因为他遇到冠军，所以他事先受访讲了很多。他说我有防守型，有进攻型，有防御型，有保守型，我带了4种，完全应对所有的内容。结果实际上打下来直落4，是4比0，就4比0被打败。这个让我真心开了眼界，所以。博洋的目的是为了要输咯，他去参加比赛也没有要赢，就是输。不是，我听他讲的一副好像他很厉害，已经钻研很久了，从小玩到大。因为他对什么，连记者去问他说，人家送给蒋万安一个什么苍龙什么什么，他马上讲出来说，苍龙是一个什么攻击等级。等等，我跟你讲，这个题目我要讲清楚，因为我就觉得沈伯洋你在回这个东西干什么？你是妈科普小哥哥是不是？战斗陀螺小哥，我跟你讲，记者很艰困，因为。记者的问题其实是有人送给蒋万安一个苍龙突击陀螺，是。那你觉得你的战斗力是不是能够比蒋万安更强，更胜过这个苍龙突击陀螺？是。但是沈伯洋没有听见，他不知道他妈耳朵长包皮还是什么，他没有听到送给蒋万安这个东西跟自己的市长什么有关，他开始分析那个战斗陀螺。
他说战斗这个苍龙突击呢，现在可能更强了，以后我要在那个 K 轴上面再加强。然后我们现在好像还苍龙什么什么鸡巴什么东西讲了半天，是啊。然后底下记者然后那一片还被人家剪出来放在网络上，沈伯洋自己还跑来留言，他说：“哦，原来你问是跟市长有关的事情哦。”因为你知道吗？那段问完之后，沈伯洋这样噼里啪啦讲完之后，沈伯洋问说：“你问的是这个吗？”有毛病。我不知道就是沈伯洋是不是以前都是瞎鸡巴讲，那所以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人家也瞎鸡巴问。我真的觉得沈伯洋就是很习惯性，就不管你问什么，他硬掰也要掰一个东西出来。他一定要回答，对，但回答什么东西呢？听不懂也要讲，他不会问你说哈你在说什么。干，而且对啦，那些记者的表情管理真好，我现场听到我一定就噗嗤了。哈，到底在讲什么？我跟你讲，现在很多问题是，你不是真的很熟，或者是真的把它当做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你硬要去凑到人家问了这个问题，你就会背你脑中记得的东西。你根本没想到人家问了啊，那这个东西最后转成说，那你跟蒋万安怎么比？没有，他还在沉浸在上一个题目战斗陀螺的内容里面，就是很爱讲，我没办法理解。对，其实说真的，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在线上你们有在玩战斗陀螺吗？其实没有，有在玩的人请按+1。对，我这辈子从来没玩过。我有玩过2次。刚刚有人说马德被判10几年 ，no， 他是被囚刑10几年，不是判还没有判。那但是马德现在还没放出来，还没有，他还被羁押。他妈羁押！我跟你讲，美国是没有羁押这件事情的。是啊，没有什么羁押禁见，全世界好像就只有台湾会串供。美国基本上就是72小时。对，72小时之内你要问完，你要么就要起诉他。对啊，那他通常可以压你，通常压你的理由2个，一个就是你不交保释金，就你不交钱的当然是一个，那一个就是你出去可能会对别人有伤害。那你会进一步迫害别人，对，你会迫害别人，没有什么串供这种东西的。对啊，串供什么？串供天经地义啊！是啊，你跟律师讲了，律师，我跟你讲，台湾的司法正很落后，是以前的律师面见的时候都还要录音呢。是啊，那你妈要怎么交代？那个检察官只要跟律师同一个时期，他坐在那边听完你就不用讲攻防什么东西，都知道了。所以其实台湾这个对被告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其实美国人最常用哪一招你知道？因为他不能羁押嘛，所以他最喜欢的就是放你出去之后就开始偷听你。他就 eavesdropping， 然后就跟踪偷听，然后装 GPS。对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其实也就是办案技巧啊。我们的检察官好像不押人就不会办案。我跟你讲，他押人，小弟是做过北监的，我告诉你，押人是什么概念？你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在里面什么报纸消息你都看不到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心慌，你就会觉得有压力，然后就把你滴溜在手上，一路3个月，然后再延押，然后再延押3个月，一直延押。全世界呢，就只有柯文哲觉得心存善念，于是就被羁押禁见。那这个就是压到你愿意吐实为止。你看现在很简单啦，这个刑案2审了，大部分人都会认罪啦。因为认不认罪跟有没有犯罪无关，是判多少有关。如果1审已经判你有罪，你要很够种，才能够在2审的时候继续坚持无罪辩护。因为法官会说饭后行为不佳。是啊，那么我觉得饭后算，这个不要多讲。来，可是问题是绿营现在着迷于这个战斗陀螺人不止一个，还有我们的校长也出来了。校长怎么也出来玩呢？这个到底是怎么搞的？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绿营在搞这个到底要干嘛？而且他最好笑的就是赖清德也是为了硬掰话。我记得他那天去玩战斗陀螺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冲撞是稳定重心的开始，冲撞才能稳定重心。
物理学不好，是不是？你原来重心就是就像你放陀螺一样，如果它在当地一直转，它重心会自然稳定啊，它不需要冲撞啊，孩子，这个力学守恒定律不是这样讲的吧？冲撞就没有重心了，不是吗？冲撞就是会失去重心，然后你要恢复重心，它要挣扎，好吗？这什么啊？这个，干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句、我都不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校长可能没有学过物理，或者他的物理不太好，而且还没完。来，因为斌哥讲到了这一部片了，不是这部片，等一下我讲到那个沈伯洋怎么样都想到骗，因为要凑这个热闹，一个波积分，一个超波，一个波霸，然后所以赖清德的毕业生致辞也有讲这个东西。而且他有跟着玩战斗陀螺，他第一个，这个玩战斗陀螺，你好歹不玩，你也要知道叫 3, 2, 1 shoot，然后就跑出去转，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赖校长呢，不知道学不会还是教不好，他变成 1, 2, 3 shoot， 数反了，你知道？1, 2, 3是怎么样？数到3，好，这也就算了。而且官方放出来的影片。不但数错，而且还他妈一丢出去就是掉到旁边的洞里面去，那个就直接失格嘞，长官，那就直接失格嘞。你是到底是要怎么样？我真心不懂哎。对啦，我就觉得他大概就是蹭，他应该也没有玩过。说真的，我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战斗陀螺的东西，我们是那种用绳子绑的啊。那个陀螺甩出去，然后这样甩出去的陀螺，我们只有玩那个。不是啊，那大家都要凑热闹，是要怎么凑？这个战斗陀螺要大家一起玩，而且喊的口号也要跟着一样。结果你他妈总统要凑这热闹，你还喊错，这个，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啊，赖清德其实年纪也不轻，他也60多岁了，所以他何必去蹭这个东西，毫无意义啊。你这个蹭过来，年轻人难道就说哇，总统果然也会玩战斗陀螺，我完全认同总统？年轻人会这么无聊吗？也不是，但等等，网军会，网军说好棒啊，我们博洋好棒棒啊，我们博洋什么都会，而且等等，在我最后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要讲一件事情，陈水扁也玩战斗陀螺，柯文哲也玩战斗陀螺，是啊，但是我告诉你一件鸟事，就是连柯文哲都赢过一个小孩，没有很伟大，但他赢过一个小孩，因为画面上就有人在玩，然后他后来把那个影片贴出来说：“妈，我回家要告诉大家，我输给那个当过市长的人。”所以柯文哲至少有赢过一次，但是博洋呢，波积分，目前为止直落4，他讲的跟真的一样，就4比0，真的。他表示他也不怎么样，这真的令人感到夸张。不过战斗陀螺到底技巧重不重要？我不晓得。我觉得，我跟你讲，我实际经验，我没有玩几百场啊，但是那个战斗陀螺就是靠运气啊，因为你冲撞跟你旁边加的那种各种各样换代的那种护具啊，什么轴心什么东西，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甚至连丢都没有那么重要。我看过好多这个，除非你要严格计算那个着地跟冲撞对方的那个方向，不然有很多时候你随便一个老头拿一个会抽的东西，跟着拿那个枪，那个 power 很强的，最后就是抽的人。因为上次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有一个女的跟男朋友一起去玩战斗陀螺，结果她男朋友好像输掉了，干嘛？结果她就无聊嘛，就下场玩。她这辈子从来没玩过战斗陀螺，对，结果那天她得冠军。对啊，叫做初学者的运气。我知道战斗陀螺有技巧，但是他的技巧不是 NBA 那种技巧，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所以还有我儿子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知道你现在去买，大部分都是仿造的，全部都是仿冒。然后你看，就是印刷大概就看得出来。对不起，但是我忘了告诉他不要买绿色的，但是就买了。你看那个印刷是比较简陋，没错。可是现在据说有一个尴尬的状况是，据说日本那边啊，很多都被黄牛买走了，因为台湾在热战斗陀螺，所以大人在那边瞎买。我这次去日本哦，真的，我发觉台湾这些代购真的很可怕。哎，像 Lawson 不是有出一个有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袋子吗？
然后结果太久没出国了。然后我5月多跟我老婆去日本嘛，因为我老婆很喜欢 Hello Kitty，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就到那个 Lawson， 因为我们到每一个景点都去找 Lawson，就我们至少去了30-40家，都被扫光了，一个都没有看到。而且你们去的还是大阪这种，对啊，不要说偏远我有去大阪，有去那个奈良，有去那个姬路，对啊，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我去了好几十家 Lawson， 都没有，都被台湾人，全部都被代购买走。好哦，那来，这个已经是让人匪夷所思了。我们一路从博洋的这个信达雅好棒棒的英文，到博洋为什么有一个波积分，到沈博洋做的事情，他简直像那个何金银大师兄，你知道？妈干选举不选举，老是跟我在做一些瞎鸡巴不相关的事情，在那边瞎弄。那对我不知道是谁帮他规划这些东西的。我听说啦，就是好几个人跟我讲，因为沈博洋最近一直在跑脱嘛，就他每到一个地方哦，沈博洋大概自己讲3分钟，你也不能讲久，然后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懂。他不知道在地发生什么事情，你就随便乱讲3分钟，然后接下来30分钟、40分钟就吴思瑶在讲。哦，思瑶常常跟在后面。对啊，那请问一下谁要选？是吴思瑶要选还是沈博洋要选？可是你至少以前我们这样讲，这个秦明我们的驻日代表说 ，Hello Kitty 这种应该是有指定店铺才有，指定店铺才有，不是每一家都有。是哦，因为我去了几十家都没有看到。那可能就是黄牛会蹲点，所以他蹲那个点跟你刚好经过，那个是不一样的。OK， 那所以很抱歉啊，这个Kyo Hero 说台湾有一个主模型的 YouTuber 也是跑了10几家大型卖场才找到战斗陀螺。好，我知道擎天刚让他跑去玩战斗陀螺，但是我只知道是要做市长辩论的那个训练的时候，郭正亮是跑去办 Red Team，他跑去办红队，是。他演连胜文，最近他好像变得跟连胜文差不多胖，但连胜文现在也不胖了。那连胜文现在很瘦了。洪志坤是写稿的，洪志坤是负责现场攻击。Kenny 说基路这么偏乡下，代购也去搞，这有点厉害。我的困扰是基路城哪里有 Lawson 啊？有啊，真的有啊，干真假的？好，那没关系，还有会背 KK 音标是不是？好，也不管。谢谢景浩兄送了20个万事通事务所的会籍。什么叫做 KK 音标之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好像最近有背 KK 音标。不，这我不知道。我跟你讲，真追不上，真追不上。这什么东西？我叫 AI 搜寻了好几次，有时候都会漏。会背那个就表示你小时候读的不错，这样。那请问一下，这要干嘛？顺带一提啊，因为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沈博洋有没有当过兵？他没有当过战斗兵种，他好像替代役不是吗？他是英文替代役。对啊，对，那这么厉害啊，好棒棒哦。那怎么没有像我们已经被遗忘的吴一农一样呢？自己主张要拿枪跟大家打仗，没有，所以就这样。好，但不管我们要问另外一个困扰的事情啊。就沈博洋搞着，怎么跑去说我想要去对岸交流嘞？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不是本来一直大骂说不应该要跟中国大陆交流，对啊，双城论坛不要办了，应该要办无限城论坛。是就已经很瞎鸡巴讲了。是啊，各位无限城论坛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至今不知道，也没有人能够帮他解释。然后他突然之间就说，那应该要首都对首都，我们跟北京交流，然后他很愿意去北京。不是他到底在讲什么？那他怎么不去重庆呢？重庆立案，全球追索他呀！是啊，所以我觉得很怪，就是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不是说所有跟对岸的交流全部都是统战？他是说所有的交流，是啊，所有的互动都是统战。对啊，那你是甘愿过去被统战？是这个意思吗？想不通啊！然后马上就被打脸了。对啊，马上说这个什么不值一笑。就是想要凑热闹、炒流量，不值一笑。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对岸不要回答他啦，理都不要理他啦，他就是在乱讲嘛。我才不相信他有那个种敢去中国大陆。他也好，因为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机车，
他有一次又被问到那个机车证件，因为好像是跟淡江大桥有关，他负责就被督麦，督了之后，然后他就讲一堆啊，我们希望能够把机车就像城市的微血管一样，能够把这个微血管搞通了。然后他说的是机车行，好。我跟你讲，大家很瞎。他说的是机车行是城市交通的命脉。哈，干，是怎么样？我自己用学衡逻辑滤镜滤掉了沈伯洋的瞎鸡巴讲的。他是去机车工会的时候讲的。好，但我只记得那个东西的收尾收在一个全部人面露尴尬之色中，因为最后记者问说：“那委员平常有骑机车吗？”没有。对啊，他说我都骑脚踏车，我没有骑机车，所以根本不知道。来，我要念一下斗内，他妈要说沈伯洋 KK 音标之歌是上那个许贵雅节目，主持人要他表演这个特技，我想请问这个特技能干嘛？这什么特技啊？认真不懂，朱大人兵哥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以前没唱过 KK 音标之歌啊，我以前唱什么 ABCDEFG 那个，对啊，有 ABCDEFG 这个嘛，对啊，对，但我后来看到的都是那跟胸部罩杯有关，就是有那个相关的这个一整部片，但我真的。干，等等，这个时候有网友问出了一个尴尬问题，这样子你要怎么帮他站台啦？我照样帮他站台，只要他敢叫我去，我一定帮他站台。这太难了吧？这个好，干讲不了，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不，正常来讲，没有人会忽然之间说要跑去他以前恨得要死的对岸，然后他还被全球通缉哦，对啊，他还被2个全球通缉哦，那到底是怎么样？来，我先把这个东西念一念。张哲元说：“兵哥朱大晚上好。”奥斯卡说：“兵哥朱大晚安，中华民国万岁。” Sylvia Chang 说：“到了，先力炮支持一下。” Harrison Wang 说：“朱大不必谦虚，兵哥说的没错，谁比你更懂信达雅？你魔戒跟 D&D 的翻译是个标杆嘞，什么该音译，什么该意义，什么该结合音译跟意义。而且我认为你的风格也影响到战锤 40K 翻译。”干这我不敢讲啊！我最近还在跟我儿子看那个战锤 40K 的那个动画。风心说正位跟逆位意思还不一样他抽的卡有没有正逆位情报？没有。那 Thomas Yao 的这个说法是沈伯洋翻车的投票，当然是塔罗牌的翻车才经典，因为战斗陀螺被打趴，实力太弱，想去中国被洗脸，改称自己小钓手是中国大陆官方的回应。但塔罗牌算命可是玄学，连神都能让沈伯洋翻车，不经典吗？还是忘说迷片要信达雅哦 ，Kimoji 应该翻作快哉快哉。一点浩然气，千年快哉风，是不是？有没得啊？是翻只知如只知勿近，靠背嘞。仙力炮说塔罗牌我只服黄旗。赫尔风说赞助兵哥下酒菜，晚点看回放。我们等下请他抖内破20个，到时候再送你。冰箱现在空了哦，我再送你一份信工。你不要每次都跟我讲冰箱满了，妈！我现在觉得信工东西很好用，就是快速的时候，譬如说一出门，我今天下午还吃了2个信工烧肉包，就是1分钟滴一点水，然后微波就上路了。就不担心什么要等。好，他妈西要说，我真心认为吴思瑶想当台北市长，但怕输，因为吴思瑶帮沈伯洋辅选跟一起扫街，让我有蒋万安选市长的时候林奕华的影子。蒋万安跟沈伯洋在打选战上都算是政治新人，只是蒋万安立委2届，沈伯洋1届。虽然沈伯洋不会赢，但我预测沈伯洋当市长的话，吴思瑶就会让自己当副市长，循林奕华路线。这个我要解释，吴思瑶如果出来选市长，他那个位置一定被张思刚给干走，毫无疑问。但上一次就是蓝营自己乱抄名单，抄到最后说，不然罢免一定过得了。然后当时他们的规划就是32比不对，应该是1比1，就是送你一个叶元之，换我一个吴思瑶。那但是没有好了，还有人忘说，我有一季蒋万安去搞个鸟窝投片当做选票照片。河畔微光说赞助下酒菜，蔡兆和说出院哪开心，请大家继续为护理人员加油打气。韩冰跟朱大也要加油。Jeju Fish 坏掉龙九说带超哥斗内纯无聊一下 ，Cindy 是冠军，没有雪梨妹的
中国大陆是赢不了美利坚的。好，这是我们另外一期直播，你先别管它。坏掉龙九说，请支持智慧床头灯。当然，阿尔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顺带投票一下。想看老朱直播开场时跟奶奶茶一样秀我，请加1，谢谢。Miss 阿开赛子说，小抖一个目标，支持九哥使用智慧床头灯。当然，阿尔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移驾之阿台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景浩兄。然后 Thomas 又解释 KK 音标之歌 ，James 倩说有合体有抖内出购物，谢谢你的抖内。但我最后问一件事情，沈伯洋非常精神胜利的是被北京呛了，呛完他说嘿嘿，我天才小钓手，我果然让你们回应了，嘿嘿嘿。这个到底是怎么搞的？我也不知道啊。这到底干嘛？是这样，你看我钓到他被有激怒了吗？他骂我了，好，然后怎样？他平常就常被骂，For what？ 这个一个专门教大家抗中的人，一个被中共全球通缉的人，忽然之间说想要去对岸交流，这不是钓鱼这他妈你是不是得什么病？你要赶快跟大家讲啊！因为话都你在讲啊，你自己说所有的那个交流都是统战，那你现在又要跟人家交流。然后，他每次会自己改哦。他最早的时候说这些，包括立委、包括台商、包括台商的家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高风险的人必须控管。就后来他就告诉你，没有，我没有说要控管哦，而且我这些是为了要保护他们。这话都是他在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脑袋怪怪。其实我一直觉得他精神状况是不是有点问题？这个呢，包含了会。看到神秘的这个炒饭消失的故事，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而且我这样讲啊，这个沈伯洋说自己是天才小钓手，他后来的回应是说，哎呀，你看国台办马上就剪了一次他所说的有政治前提的交流。你看，跟中国交流就要预设政治前提，又是你要分裂国家，又是我们的管辖权给予你。可是跟日本交流送小熊猫，需要承认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吗？完全不用。所以这证明了跟中共交流是不对等、没效益的。等等，在这边我要提出一个反证。你这么够种，你要不要跟他交流小熊猫的时候说钓鱼台是台湾的一部分？是啊，那是你自己放掉了，而且日本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个国家，你忘了这件事吗？而且日本也不承认我们有 EEZ 哦。是啊，你其他不用讲，我觉得这个东西讲输了就讲得很明，就是你今天说什么跟日本交流没有政治前提，没有啊，他根本不跟你交流啊。你看那个经济海域，他根本不让你去开会，他根本不用，人家理都不理你。日本为什么经济海域不找台湾去？因为理由很简单，他不承认你是国家，我不可能跟一个我不承认是国家的谈经济海域啊。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所以日本跟菲律宾一直说我们谈我们的就好，跟你们没关系，不用，就这样，就把台湾排除开来，没有你的份，没有你的份。那我真的觉得，好啦，这个沈伯洋想要去北京，首都对首都，然后国台办说自台身价不值一提，但是梁文杰这时候跳出来，他说为邦不要去，为邦不入啊，乱邦不居，为邦不入。对啊，那这是怎么样？梁文杰要趁机彰显一下他自己的，那可是你文学能力，你去过为邦不入，为什么去柔亨？对啊，你为什么去澳门？你为什么去柔亨？他讲好像跟真的一样，他妈都忘记是不是？为邦不入，但有小姐就 OK。为邦不入，但是可以去别人的邦，所以当时带着小姐就去别人的邦，那这个也没什么。梁文杰最近才闹一个大笑话啊！什么笑话？说一个有人去检举，说一个小学里头唱了一个歌。说什么党什么建党100年的歌，老共建党100年的歌，哇！梁文杰讲的跟真的一样，还说你要注意那个歌词里头那个你哦，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然后怎么样讲的跟真的一样，结果根本是同名的一首歌，那个是台湾人自己做的啊，歌词根本就不一样。党后来就没有解释嘞，我不知道这到底怎么搞的。是啊，所以这种乌龙也搞得出来，表示陆委会根本连查都不查，他就是。梁文杰也算是1代版的沈伯洋，是啊，他的专长就是瞎鸡巴讲。那瞎鸡巴讲只是
梁文杰有读书，人家可是这个新潮流一直培养的，然后一路到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回来要当文胆，写过台湾全图决议文的文胆，只是后来被林义雄一刀干掉。其实梁文杰相对于这个沈伯洋，我觉得他算是比较脸皮比较薄的，脸皮比较没那么厚。我有一次跟梁文杰在那个叫什么乡民大会，不是龙亨，乡民大会就是那个小郭主持的那个郭子乾，对，郭子乾那个网络节目。结果那时候是因为疫情嘛，我们又连线，结果我就直接当场刁到他话都结结巴巴讲不出来。你也不要这样，以文杰兄的习惯，搞不是因为他桌子下面躲另外一个人，也不是他讲不出来，真的是情绪太亢奋了。你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再回答。你不应该随便 cue 他的，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文杰会玩什么花样，很难说的，很难说的。我跟你讲，这个梁文杰跟邱德正这一届的陆委会是史上最瞎的陆委会。这个陆委会每天都在回答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们没有交流啊。是啊，因为第一个。他对中国大陆，反正起手式就是先骂一顿，对也就算。那至少那些还是关系到大陆的事，归你管也就算了。我们这次这个经济海域，他们也要出来讲话。经济海域跟你陆委会屁事啊？真没事啊！而且你就是因为前面外交部谈崩了，才会变成陆委会要讲说你们不该进入我们的地盘。但问题是你前面谈崩了，你怎么不讲？而且我跟你讲。陆委会呢？陆委会，我在北监里面认识一个人，干他是做到那种公司 CEO 等级的，结果干他被判4年，你知道为什么？我问说不是你钱都还了吗？那你老板告你侵占，你可以拿对岸的那些单据过来啊。他说因为陆委会两岸交流封闭，那个单据没办法过来，所以没有办法追认，干就变成我是一个诈欺犯被判4年。你看倒霉，就是衰，就是这样子。桌子底下蹲着沈伯洋，我想还是不要。但等等，我们要讲赖瑞隆了。彬哥，你先讲一下赖瑞隆吧。我坦白说，赖瑞隆在这一连串出包之前，我是真的对他不熟。他话也讲不清楚，表现也不好，也没有媒体的这个，也没有很引人注目。其实你看。赖荣到现在还在强调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引进黄色小鸭啊！他在高雄那么久就引进黄色小鸭，对啊，因为说真的，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赖荣是谁，我也不知道、我讲实在话不知道，是这一次他要选高雄市长我才知道，这个原来他已经干2届立委，那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陈菊一手拉出来的，他本来以前在高雄市政府里头当什么局长还是什么的，还是处长。对啊，然后就一路被陈菊拉上来，然后去选立委。那之前他做了什么事？他有选过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年好歹都会看，但是他要有一些选举的发言或选举的动作啊。他几乎没有什么讲话，就以前我们根本高雄立委，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过他，因为以前高雄立委你想到了谁？邱意莹嘛，邱意莹踹门啊，对啊，许志杰嘛，许志杰带着他的女儿跑来跑去。许志杰后来今年女儿有没有出来？没有，今年好像没有出来这样子。然后还有林奕化，不是林代化，但林代化看起来也没有了，因为得罪校长，谁都林代化结束了，对啊，他大概就是在立委这里了，他不可能再往上，可能没有下一届。对，那赖瑞隆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以前好像透明人一样，然后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他现在出来做了一大堆的活动，其实他每天都在干活动哦。真的吗？对啊，他找王一川去跟他赛跑，然后蔡英文已经下去陪他3次了。他找王一川跟他赛跑干嘛？王一川是什么肌肉男吗？还是有什么龟兔赛跑的意义吗？100公尺跑了17、8秒，我也不知道跑那干嘛。对啊，干100公尺跑17、8秒啊，是人类极限的2倍，看是怎么样？就表示我赢了，我跑得比较久，实际上我不晓得。然后还去做节目啊，弄了一堆网络节目啊，网络节目它上面一定会摆一个黄色小鸭，告诉他说黄色小鸭是我引进的。然后还唱歌，唱给那个林楚英听，然后还说他要那个将来等他当选了，要在高雄巨蛋办演唱会，办个人演唱会。我都不知道这家要来干嘛。在我们不注意的地方，难怪就是北博洋、南瑞隆啊。是啊，
不是最好笑的就是他这2天开始打什么，你知道？他去打柯志恩家人。干不妙吧？等等，赖瑞隆好不容易才摆脱他儿子去霸凌别人的这个新闻呢、对啊，结果妈你谈人家家人，老讲柯志恩真的是很厚道。柯志恩说：“你没有搞错吧？你跟我谈家人，你确定要跟我谈家人这件事吗？”那我们就来谈铁拳教育，这超瞎的这个人。不是，而且他的很多东西，我们用专业的分析，就是他讲了很多东西跟很多竞选的手法，就是很疯。疯的意思说你不该这样做，然后我记得他还把陈菊的照片弄得黑白的，然后他以为陈菊死掉了，但陈菊目前还没死，还在了，还在，对啊。那到底是怎样？他背后又是谁呢？民进党现在是没有第二线的军师了，是不是？就搞不懂啊！除了一个邱义仁之外，其他都是疯狂自爆。对啊，这赖荣到底在干嘛？我都不晓得。然后看起来陈其迈也没有很用力帮他，看起来是这样。救不了啊！对啊，是我觉得蛮奇怪。再来讲，陈其迈人气很高啊，应该到哪里都带着赖瑞龙啊，但是带不动啊。对啊，不想觉得他像寄生虫啊。所以你看哦，赖瑞龙假设，因为最近绿营弄了好几个民调，都说赖瑞龙碾压柯志恩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正常会采取什么步骤？就是蒋万安下来的步骤，我理都不理你。对，就是躺赢。是。大家忘记了吗？当年陈其迈对韩国瑜的时候，韩国瑜那时候声势还没冲上来的时候，陈其迈从来不讲韩国瑜的坏话，躺赢，对，就是根本理都不理你。那赖荣现在会去攻击柯志恩，代表什么呢？民调一定很接近。但真假的，我对高雄一直不抱悬念呢、就是我的意思说，你怎么打，你没办法接近嘛。我觉得赖荣大概自己感觉到开始接近，不然他每次去打柯志恩干什么？还是说他在家里看铁拳教育，越看越觉得干妈的，我已经千防万防，妈韩剧难防啊！没想到从韩国来一个妈远端炮火，打得他妈翻掉。看，我跟你讲，我这几天有空的时候在追铁拳教育，都是全台湾的影集类第一名呢、我昨天还看了3集。对啊，不是第一名、我觉得更好笑的就是他不是找王一川来跟他一起跑步在造势吗？王一川现在到处去叫人家看铁拳教育。一川最近是怎么搞的？一川跑去动那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钱呢、台湾民主基金会，干各位，台湾民主基金会就是民进党拿来买智库的钱呢、一年有1亿5千万呢、那结果他跑去动那个是怎么样？跟林佳龙有仇吗？为什么王一川最近都在挖自己的洞？王一川是他以前老板，对啊，他是那个王一川的时候，王一川以前是台中市交通局长，是啊，对啊，那个林佳龙当时是市长 ，BRT 好像就是他搞的。对，我跟你讲，好笑在哪？我觉得王一川本来大概会认为说，他说这1亿全部都要砍掉。绝对不能坚持不退。然后徐小新他们可能就会急，想说因为国民党要补助嘛，想说国民党还好，国民党补助的少很多啊，一点点哦。对，国民党才几百万而已，所以徐小新马上上去说要砍是好，全砍，我们支持。就王一川就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林佳龙说：“这个委员，这个是不是可以？”林佳龙才是 CEO， 他才是真正决定民主基金会怎么花钱的人。对啊，林佳龙才告诉他说：“实际上是我你在砍谁的钱？是我的钱。”就是我他妈是你老板的一川，你是不是忘了？你最近又喝太多酒了。就最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最好笑的就是那，请问一下要不要保留？就你知道王一川当场秒回应。保留没问题，忽然间就软了，对不对？你知道台上那个招委是马文君嘛？马文君说这么快啊？对啊，你好歹扭捏一下吧。我跟你讲，你不要搞错，我前一阵子还做了一个直播，很多人还看不懂。民主基金会100%是小金库，是啊，只是它里面放了一个韩国瑜，但其实真正的决定呢是执政党占多数，而且最棒的就是沈伯洋之前还是里面的董事。是啊。那你说这个事情有多重要？赞。所以我觉得洪川真的是很厉害，洪川真的是我完全是不知道在干嘛，他也是一个经典。所以我觉得我等一下再回来讲那个铁拳教育就是我觉得也不是邱义仁不揪，是邱义仁揪到已经一个心累，他妈北部要救，南部也要救，赖清德也要救。邱义仁不是出来讲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赖清德走的是蔡英文的路线。但为什么会
赖清德自己不会讲，是不是？为什么要轮到这个邱毅人出来讲？其实你看邱毅人会这样讲，就表示其实连党内很多人都在疑虑赖清德是不是走得越来越偏了。我觉得很明显是这样，没有什么疑虑啊，实际上就是啊，他就是啊，他这个问题是日本跟美国是不是也疑虑？是，其实美国跟日本都很担心，就觉得你这样子乱搞的话，到时候你把我们拖入战争了，你开什么玩笑？但是很妙，岸田文雄呢，后来跟那个邱毅人交换一下意见，他就发了一篇那个 X， 我那时候看到大惊失色，是。我想说，干这么棒，岸田文雄内心是不是恋殖，还对于殖民恋恋不忘？他说邱毅人是总督府的政治顾问，对啊，总督府台湾，他直接讲台湾总督府哦。我想总统府跟总督府差很多吧？那个字读音就不一样，是啊，好不好？收托付跟那个什么说好，不管了。但后来那个岸田文雄还是道歉了，是啊。但我个人觉得呢，事出异常必有妖。你要知道那件事情出来之后，整个总统府不敢讲话，屁也不吭哦。对啊，超夸张的。是等他们自己出来更正。那么你总统府被叫成总督府，那请问赖清德是什么中华民国总督吗？而且我这样讲啊，各位还是按个赞哦。目前按赞数只有726，不太好，请各位认真的帮忙加个油，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但我要问的是，我们的奶公一个这个个性也就是很奶儿化之的人，怎么真的被管收啦？是啊，被管收。我以为他会逃到天涯海角。我跟你讲，这整件事情后面一定有猫腻，因为你看哦，他不是第一时间就被管收，他是逃了10天才出来的。对，那这10天他的说法是说什么？因为他身体不好，他子女在照顾他，那他不是真的要躲起来，那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被通缉了，所以他也不看新闻，对，是吧？他不看新闻，他子女总会看新闻嘛。而且有多少？拜托，吴乃仁会没有？他们党内有多少人认识他？至少也会联系他，通知他一下吧。之前吴乃仁就被定过一次啊，就是有人跟着偷拍、跟拍，就是有这个立法院开会开说在那边抗争，就跑去跟吴乃仁吃饭。对啊，就是那个许志杰啊。对，是啊。然后许志杰很不爽，他说什么？为什么要跟我？你为什么不跟别人？对啊，我就觉得，你躲这10天到底在躲？我觉得他这10天一定在安排什么事情，就跟陈其钰一样。陈其钰大家记不记得上次有人突然之间跑掉之后，赖清德一呼吁，他就出来了投案。所以我这中间一定有在安排什么东西啊。那但是也不管安排怎么样，可是管收以他的年龄，这个不是很好受管收各位管收的意思就是蹲到他这个不知道在哪里，应该北所，不会去北监，北所或者是桃所或者是基所，就是基隆看守所。那当然没有冷气哦，各位不要再瞎鸡巴讲了，没有爽到那个程度。我觉得他可能很快就保外就医哦，他要走保外就医哦，我在猜可能。对啊，那我的意思说，帕金森氏症没有办法保外就医我遇过，我实际经验我已经讲过，我去过一个病舍，就是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癌症末期，每一个人哦，7个人，然后他们全部的余命加起来，干不到2年，7个人加起来不到2年内，那怎么会觉得帕金森氏症自己可以，而且不多1.7亿还是1.8亿而已。是不是应该一些朋友什么帮他凑？照理来讲，他应该还得起的。他最早只欠1.1亿，而且是他跟春龙公司2个要负担，不是全部都是他欠。以他们家的财力，怎么可能付不出来？你知不知道他儿子跟女儿在台本当董事长跟董事嘛？是啊，他们光是3年，台本就付给他们3500万。所以你认为他们家没有钱吗？他们家一定有钱，而且可以按批缴啊。因为其实管收是这样的，其实他不是一次叫你全部付完，比如说你这次可以拿个2000万出来，1000万出来，就可以再拖一段时间，再下次再来。所以以吴家的财力，绝不可能付不出来的。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他们就是不想付这条钱，然后不想付这条钱呢，现在大概就准备这10天，搞不好去安排一些医生啊，什么东西证明啊，然后等到过下个礼拜，搞不好就说他病危或者是什么那个没有办法
他也要撑得住这种天啊，这几天下雨不算，啊，但这种天气我都很敬佩蔡正元委员啊，他说都可以撑过去没有问题，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应该是要下工厂了，是不知道有没有像我讲的一样，去某个特定的地方比较不会受到干扰，不会被人家这个闹事什么东西的。但这种天气不好撑吴乃仁他妈吃香喝辣的，怎么可能？乃公，因为乃公去年那个时候，许志杰去找他的时候，他们还去那种高级会所，在那边吃香，吃得很爽。你其他不用讲，对啊，那个我去桃园街执行处登记的时候，就是那个检察官啊，后来被罚俸，那个姓徐的有没有？干我现场千忍万忍，我才没问他说无菜单料理好吃吗？干鸡巴嘞！对啊，他还招待了这么多的检察官。请问一下，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如果照你们来讲的话，他现在连生活都无法自理，他去招待那么多检察官到底有？也许叫那些检察官帮他照顾生活，对，就说这个检察官扶我，那个检察官推我轮椅。所以老实讲，吴乃仁家有钱的很啊，他不可能付不出这条钱，他就是不想付而已。但是这样子也撑不久是啊，你各位，如果你没被关过，不要在那边瞎鸡巴讲啦。矫正署有一些基本的规范的，再怎么爽，最多就是给你矿泉水买不完，然后送的菜每天也就2公斤。你不要觉得你他妈什么都看过，实际上你什么都不懂，不要瞎鸡巴讲了。这个我看过，我知道他会给你有限程度的礼遇。那但是不可能真让你爽到爽歪歪流油，那边不可能爽，你就算是单人房也不会爽。不准单人房哦。是啊，因为他怕你会那个他怕你会自杀。对，然后还没完，我们在里面实际遇到就是双人房因为已经2个都闹事了，结果有一个泰国籍的那个外籍受刑人，他把他的同房室友活活打死赤手空拳干那个在我们那边变成传奇，就是狱方就很痛苦，说干这种赤手空拳可以打死人的人，我要派谁进去跟他一起关？干我那时候很害怕，妈，万一要我进去跟他一起关，我每天要说故事给他听，是不是？看这个真恐怖，真有你没办法想象，有很多很难讲、很夸张的事情。然后还有我想想看，还有遇到什么？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特种部队的，然后还有那个台积电工程师，你在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后来谁跟他住一间，我怎么知道嘞？就是事情后来不知道怎么收尾啊，那就先不管，先不管。那我的意思说，彬哥看了《铁拳教育》怎么样？感觉如何？其实我必须说，一开始看到的时候看得很爽。你会觉得就是他一出来就是不是那个先跳楼嘛，跳楼的时候，然后他啪这样打一幕，感觉很爽。对。可是看到第2集、第3集之后，其实我觉得有点还好，因为他演的有点夸张了。那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料到那么多事情。是，那就是我觉得当然啦，戏剧嘛，总会有一些比较夸大的部分。可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太 over，所以就变成，毕竟它是漫画改编的嘛，所以就是变得比较夸张，就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看，但是还是不错看的，还是不错看的。但我的意思说，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吗？这个当然北所不会安排暴力犯室友，妈，你能想象吴乃仁继续被管收，然后被打死走出来吗？不可能，好不好？我跟你讲，跟吴乃仁安排在一起，那个就是负责照顾他的了。我们这样讲，你干这个东西有太多内幕了，没有说什么暴力犯了。基本上，如果可能，就是中文略通的外籍，对，泰国或是越南，而且不是那种会空手打死人的是那种可能就是外劳，然后负责夹带什么毒品什么东西的，他就在那边也要过舒服一点，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些钱，他可以帮你洗衣服或者什么东西。好，这个感谢大家，这个彬哥已经开心的赚到了这个信公的下酒菜，我再去挑一下。彬哥喜欢肉多还是肉少的？都可以，我无所谓。对啊，真的也有那种猪肉串，也有那种台式香肠。也可以啊，可以啊，好，没问题，我们就帮你定个什么，安排一个看护进去照顾他。干没有啦，里面都是男的，好不好？看护嘞。月付2万这个事情，我们就不方便把那个钢琴酒吧那个爆乳妹送进去。干，那送进去，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关？他要剪头发乃公跟那个许志杰去那家钢琴酒吧，我还特地去啊，真假？对啊。那你是哪里？是一个巷子里，对不对？那个没有高架桥下的没有，就在仁爱路上，就在仁爱路上。哦，对。
这个我去过，其实那家里头还好啦，所以他其实那个小姐陪酒就真的只是帮你倒酒而已，没有干嘛。没有，对啊，我跟你讲，有的时候还讲不了话是啊，妈你期待怎么样？你今天受了那么多教育，然后人家讲话要来跟你旗鼓相当嘛？你要聊量子力学，是不是？看那不可能。来，这个收傻说第一次捐给最有情义的兵哥和老朱，看看其他人啊，这个也不要看了，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一向不管、不评论、不理、不看、不说话。这个他妈是要说，最近吴乃仁被羁押，然后被报有帕金森氏症，大白话就1400有讲，兵哥1500到1600都错过了。想听这个，其实也不是大白话不讲，是这个东西不好讲，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啊，对啊，万一他真的身体不好，你讲过头也不好。对，而且他如果真的身体不好，他可以申请那个什么精神疾病卫生法什么东西的。丁丁丁说合理怀疑奶公跟校长就是演一场戏给大家看。贾斯汀邦说兵哥朱大，各位同学周末平安，抖一小份下酒菜，大家加油。Jennifer Chen 说抖一个韩冰跟朱大两人组是最佳拍档。Sylvia Chang 说祈福蔡博士能保持身体健康，我们真的力量微小，希望能有立委多多去看蔡博士。哦，有啦，蔡博士那天有列出一个名单嘛，对啊，好像已经10几个人去看他了，对啊。我觉得那样不太好，因为那个数字我算了一下是超过法定规定的那个数量。那这个就是因为我跟某一个人是同一间，他告诉我说有一定数量限制。好，这个不能再多说了。这个人帅真好，说我朋友以前关在中所，主管故意把陈金火跟暴力犯关在一起，全房都帮派分子，那他就是他再疯也没办法疯到跟企业动手啦。所以这个事情呢，之后大家有讨论，譬如说林炳书现在好像活着出来了，但是当初差一点没有办法。对啊，他那阵子差一点就挂。对，这个就我探听到的消息，他是故意把自己吃成那样子。是哦，因为不然出不来啊。为什么出不来？你知道他得罪那个骑机车、他妈穿拖鞋那个家伙，那个家伙有这个安排，有企业在里面好好照顾他，天天照顾，那你不如赶快保外就医啊。那因为你不把自己弄死，就会被别人弄死。所以这故事讲多啦，刚是我是听说的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啊，你听不清楚是合理的。但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会拍出铁拳教育这种东西，代表在韩国的这种教育状况也很严重，是台湾也很严重，但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敢拍啊，对啊。其实大家不觉得吗？台湾的就是戏剧演艺圈是非常封闭的，很多题材我们都不敢碰。有啊，上次那个林义雄一碰，那个导演就被抄家灭族啊，还有那个演员去告他，是啊，所以其实我老实讲，我们台湾每次都喜欢讲说自己多自由多民主干嘛？我们拜托被限制了一大堆。其实我讲比较那个一点啊，现在我们只能拍政治正确，比如白色恐怖啊什么这些东西，而且一定要把它拍成反派。就是任何执行白色恐怖都是反派。是之前那个什么返校，就因为这样搞，把共谍都搞成超正义，因为只要被国民党迫害，都是妈受害者。结果里面抓了一堆都是共谍，好不好？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精彩的啊，我随便讲，比如说马王政争是不是很精彩？是啊。那如果当电影题材不是很好，那是没错。然后呢？那如果这个比如说阿扁的那个吴淑珍怎么样收狗的钱啊？怎么样搞这些东西啊？那是不是也是很精彩的电影？有人敢拍吗？当然不敢。不，但问题是你可以排那个国民党多么残暴，这个多么横征暴敛，所以你可以把228再拍个100万遍都可以，而且一定有钱，就跟零日攻击一样。是啊，我们就只敢拍那种古早时代的事情啊。现在的事情都不敢拍，韩国都敢拍啊，对不对？就韩国当然敢拍啊。是啊，我这样讲，韩国敢拍是因为他重视的是商业利益，是台湾敢拍是因为我们重视的是帮忙选举。我这样讲，为什么？之前那个千万别抬头。Don't look up， 是啊，那也是美国拍的，对啊，结果台湾又爆红，变成世界这个收看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讲东西台湾都很熟，但台湾没有人敢拍。其实它里头很多情境就跟台湾很像。这次铁拳教育为什么爆红？
也是因为台湾其实也类似状况很多。那赖瑞隆算他倒霉，我觉得他倒霉，他东躲西躲，干他都跟人家和解，我不知道他掏多少钱呢、他那个什么8岁儿子什么踢足球，一路踢成少林足球那个，所以这个就是很瞎嘛。而且最近发生过很多很离谱的事情，不是就有一个老师，那种社火案庭报了嘛，就有一个老师被学生你知道戳屁眼，千年杀，对，结果呢，而且还是女性哦，对，那个老师就顺手把学生推开，被记申诫，那这扯到一个爆炸。哦，那这个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啊。那不是，那如果是这样子，赖瑞隆打人家家人的话，那柯志恩就打铁拳教育嘛。是啊，柯志恩我觉得他算厚道，他不想去碰这个东西。来，对啊，你在这个台湾的选举状况下，厚道就会输了。是啊，但是其实不用柯志恩打，因为现在一堆网友都在打。现在赖瑞隆每天的脸书都一堆人说，你有没有看铁拳教育？看赖瑞隆，赖瑞隆真是地狱倒霉鬼哎、就是他一路走，东躲西躲，躲来躲去，想说都要拖过了，因为他党已经帮他摆平了很多人、欸。是啊，邱意莹多呛，妈得了癌症都弄不死的一个政治人物，最后也摆平，是啊，不要出来选。然后林奕华多呛，林奕华搞到说，哎、你怎么跟那个住持传这个我爱你什么也把他压住了。是。那问题是就没有圣人了啊，就剩赖瑞隆了、啊。那啊拔剑四顾心茫茫的问题是，没有人帮你啊。那赖瑞隆现在的问题就是都是没有人帮你的状况下，赖瑞隆本身就很弱啊。是啊，他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可以说的地方。他提出过什么政见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不知道。对啊，然后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除了黄色小鸭不知道，没人知道。而且黄色小鸭谁管他是谁引进来？我们要看的是那只鸭，又不是你。对啊，而且又不是只有他引进，是啊，其他各地也引进、啊，不是全世界都有啊，这又不是只有你有，而且连傅昆萁在花莲鲤鱼潭要弄个红面番鸭，你知不知道那个东西？哦，有，我有听说，我有听说，因为那个要抄袭很简单嘛，啊、就弄一个会飘的，然后就弄个气球而已，是鸭是鸡，反正就这个样子。是啊，所以我就觉得你一个当过2届立委的人，然后还在高雄市当过局处首长这么多年，结果讲来讲去就是黄色小鸭，那就表示你真的什么事都没做。不就这样干等等，妈！网友在讲教权保护局事务官的男星表志勋，他在里面一直被贬，好不好？你还说他像陈其迈，你干你小心妈！陈其迈把你全家揪出来打。对啊，最近很多人说他长得很像陈其迈，我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像。干真心没有像，就是而且最多人在赖瑞隆 FB 底下留言是：只有你垮了，你儿子才会垮。对，干然后又被封。赖瑞隆小编现在就按封锁，看就网友毛起来贴啊，结果他整天，你知道太常封锁人，到最后会让你触及率变很低。是啊，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好，我跟你讲，但是没有，我们这样聊，千万别抬头，然后聊铁拳教育，网友生气了，网友在 Threads 上面发文，他说：“你看，南韩把社会痛点。”拍成全球第一哦，他那个真的是全球第一。是啊，连那个 John Cena， 因为男主角长得很像亚洲版 John Cena，John Cena 都转贴。然后他说，泰国的腐剧就是男剧，在欧美也拿奖拿到手软。可是回头看台湾，今年上半年的大片怎么突然变这么少？他说，主要原因来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蓝白3预算。啊，还没完啊！我把念完，你看万事都怪蓝白3预算。来，我继续讲。他说呢，主要原因是今年文化部的预算在立法院被蓝白立委联手大删大冻结，连推台剧走向国际的文化黑潮计划都被砍掉4000万。文化部长还痛心的说，这根本是在对文化胚胎痛下毒手。干，哎呀呀，是不是很痛心呐？但是怎样？我们的电影没有国家补助就不能活了，是吧？不是政府，就我们这些拍片人，难道那个铁拳教育有拿韩国政府补助吗？没有啊？难道千万别抬头有拿美国政府补助吗？都没有都没有真的很瞎干不是阿共的阴谋，很抱歉，现在有新的逻辑跟理由，叫做蓝白3预算。
蓝白3预算还没完，蓝白3预算呢，那我们就要看嘛，对不对？就是蓝白3的预算才让他这样子讲。但等等，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一些证据。第一个，文化黑潮计划，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的零日攻击呢？台湾第一部演中共打来台湾大乱的战争剧，这部片拿了多少？汇聚台流文化黑潮补助7131万，国发基金投注4170万，光政府的部分加起来超过1亿1000万。然后公视还有我们与恶的距离第2季，所以换句话说，绿营网友说为什么没有大片？是因为文化黑潮计划被砍啊？没有啊，那个计划补助了，你也拍不出大片来啊。所以怎么样？这斌哥，你零日攻击，我们好像还没在这里跟你谈过零日攻击。我没有看，我没有看，你有看吗？我那时候在北监呢。对啊，但我跟你讲，方恩格有看，我礼拜1的时候问他到底怎么样，而且我跟你讲，我在北监呢都督促我的室友去看，因为在北监呢，你那个数位电视啊，能够收到台就那几台啊，不是民视就是华视，然后华视有没有公视我忘了，但华视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好像每个星期天晚上8点到9点，然后9点到10点，因为一个播新的，一个播旧的。我跟你讲最棒，台北监狱哦，一群已经被关在监里面剥夺了自由的男人，没有自由可言，无法接触外界世界。每一个我遇到的人都痛干零日攻击，有够难看。很多人说看不知道他在演什么，看不懂。你不要说，连北监都没办法说服你看这有多鸡巴？就是你在跟北监同学说，那不然选一下，你要吃一包孔雀饼干，还是要看零日攻击？他会选孔雀饼干。当然啊，不，那你看能烂到这种程度，大家在那边就我跟你讲。这个之前还有一堆瞎鸡巴讲的评论员说什么柯文哲拿了数位电视可能会串供，不好意思那个是相关的规定，是民进党修法容许犯人有数位电视，那要串供，谁叫你们节目里面瞎鸡巴讲，谁叫你媒体报道嘞？所以那个东西，但是我从头到尾没买，因为我才不要买来看零日攻击嘞，干掉我有病是不是？没有。不看这个东西，然后我跟你讲，零日攻击真的烂到冒烟。我们明天就请这个方恩格好好跟我们。就听说他根本不是一个连贯的，他不是，他是单元剧，对，就是每一集是不一样的东西，而每一集导演还不一样，对，而且总导演呢，过去从来没有拍过戏剧片，他只拍纪录片。纪录片是记录蔡英文成皇之路，那你看是不是很开心呐？这个东西，萧煌奇说：“我也是学孔雀饼干，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妈干，你们这些人瞎鸡巴讲。他每集导演都不同，可能是分给很多人啊。对啊。各位，我们还差15个赞就破1000了，请大家赶快按赞。那我们这样讲，台湾的接下来的对国际的宣传一定会越来越烂了。为什么？因为你只资助与恶的距离，你只资助 BL 片，你只资助。”这个零日攻击，他妈谁要看？我要看《权力的游戏》啊，我要看《三体》嘛。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老实讲，台湾的戏剧现在已经被整个严重搞烂了，现在一切都要以政治正确为依归。你看那个什么斯卡罗、什么茶金，都也是乱演一通啊。对啊，他里头故意那是有史实的东西，他们都敢把它乱编。听海勇也是啊，听海勇的那个。当事人家属还出来痛干，说你给我乱改事实，是啊，真的很离谱。而且还没完，你长时间要这样搞没关系，搞到最后你就会离心离德。最后面我们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史瓦蒂尼。斌哥，史瓦蒂尼怎么这么有戏？妈，搞到最后又出戏。本来以为都没事了，都已经逛完回来了，为什么？当然，现在目前状况，史瓦蒂尼那边的解释是说，那个只是那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是史瓦蒂尼总理的顾问嘛。然后他们就在开会的时候，这个经济学家他认为说，史瓦蒂尼如果想要发展经济，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中国大陆建交。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在非洲推全部零关税，
是啊，他把非洲当成一个大的关贸区嘛，对，他全部零关税，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就是斯瓦蒂尼，因为斯瓦蒂尼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交。但以色列也承认斯瓦蒂尼啊。是啊，但是问题以色列承认没用，以色列不跟他做生意。以色列也不需要牛啊。是啊，对，斯瓦蒂尼就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嘛，也没什么生意可做，所以我觉得。现在当然还是要看，这到底是单纯那个经济学家的意见，还是斯瓦蒂尼又想要跟我们要东西？可是我觉得很怪，就是斯瓦蒂尼要跟我们要东西，不需要用这一招，他只要开口我们就会给，基本上就是这样。是啊，他都帮忙偷渡赖清德了。对啊，而且我们送斯瓦蒂尼国王牛是我们跟他的牛群买牛之后送给他，也就是洗一手而已，没有真的养出一个新牛啊。是啊。其实那个就是花钱而已，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怪的一件事啦。而且最近大家去注意看哦，就是一直是南非那边的媒体在报这些东西，是很怪，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跟南非之间交情不好，因为大家也晓得嘛，就是南非一直要我们签代表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观察后续啊。我个人是认为，老共现在对斯瓦蒂尼兴趣不大，因为他也知道没什么东西、啊，因为斯瓦蒂尼根本就没有重要性嘛。讲实在话，那反而是南非，因为南非三面包围斯瓦蒂尼，所以南非一直把自己视为斯瓦蒂尼的宗主国，你知道吗？是不是南非在不爽我们在那边去弄，就是给斯瓦蒂尼太多钱去帮他们搞那些东西？是不是影响到南非的政策？不知道，所以这个还要再看。可能南非跟他们有利益上的纠葛，有，那不然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对啊，所以这是很诡异的一件事，还要再观察。那这个就是一个很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我的意思说，那赖清德最近没什么事啊，没事啊，对啊，他就是做一个太平官，好不好？但他都不愿意啊，他不管走到哪里去，就要抗中保台啊。就要什么民主大同盟啊？但现在出不去啊。对啊，他哪里都去不了啊。对啊。那我觉得可能是有什么史瓦蒂尼的异议人士逃到南非去，然后3天2头这个在讨论那边的问题。前2天媒体还报一个更好笑，他讲史瓦蒂尼共产党啊，说他们主张一中政策，然后他们应该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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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瓦蒂尼有共产党？我告诉你，那个是个非法政党，史瓦蒂尼是不容许政党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绝对皇权国家呀，对，绝对君主制。史瓦蒂尼他有议会，他有参议院、众议院，但是没有用。议会基本上就是大家开心的，你有什么建议就呈给国王，合个言而至。对，那国王理不理你都有可能，对，那也可能完全不理你，看他开不开心。对啊，哎呦。我今天看什么东西？哎，我真的觉得台湾政治实在没什么好谈，不能怪我们，好不好？这个你要讲什么史瓦济兰史瓦蒂尼原史瓦济兰是非洲最后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是啊，异议人士跟亲民主活动的亲民主活动家长期因为遭受政府镇压而选择流亡至邻国南非。那就是我觉得大家就这样讲啦，他本来就是为了要多要钱，那所以就跟你放个话，放了话之后呢，看你怎么样。我先结束我目前的意见调查，看看状况怎么样。彬哥有看那个世足吗？还没看，我也没看。好，这个网友说本周你最爱天才沈伯洋的什么翻车表演？这个41%的人说他自称想去对岸交流，结果立刻被尴尬打脸，只好自称小钓手。然后再来这个23%的人说他因为帮忙塔罗牌算命，算到候选人初选都没过。然后再来19%人投给博洋我胜利。然后17%的人说号称超爱战斗陀螺，就被冠军打到全败。我其实不太理解，就如果他的这个还有网友一直说我们两个要不要斗一局？干没有那个决斗的那个大盘子，然后我们两个桌上又没办法转播，改天。所以算到初选变出事，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最近魏哲家好像就在那边到处跑，然后负责配合赖清德在那边开开心心的跑来跑去，好像其实也都没有什么事嘞。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事啊。
现在也不会有什么事啊。现在接下来是不是也就县长选举了，也没有什么事啊。我连就是921大选啊，对啊，连大家萧美琴拍世界杯宣传片为巴拉圭加油，为什么为巴拉圭加油？巴拉圭是我们的盟邦啊，真的吗？还有胜哦，有。那以后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以后有了什么样子呢，就不需要。巴拉圭总统前2个月才来要钱啊。哦，那真的，如果照这个样子的话，接下来史瓦蒂尼的国王是不是也要来？搞不好会来啊，我觉得有可能。对啊，让他出国来玩玩嘛。这个好吧，那也只能这样讲了。那斌哥预期怎么样？接下来2个礼拜之后，我们再碰面的时候，中间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估计要进要进暑假了，对吧？对，我估计沈博阳应该会帮我们累积至少20则以上的消耗。干就太多啦，搞到我都忘记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要印这么浪费钱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记不得，导致我每一次要开始写沈博阳的内容之后，我就要开始想。看到底还有什么东西，然后叫 AI 找 ，AI 也会忘记，AI 说没有发生这件事啊。那我想说，你们到底这干什么？这是，我现在发觉 AI 很有趣，有的 AI 哦，如果你坚持他是错，他会认错，他说对我都是错，你才对，他就配合你给情绪价值，他就跟沈博阳一样，你记者要问我问题，我就跟着讲了，不见得是你要问的东西，但是问 A 答 B 就没事，就这样子。对啊，最近都垃圾时间也不是看得很闷我都开始介绍台菜了，你知道吗？但我真心找不到题目我认为现在还在做政论节目人很辛苦，每天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对啊，像今天我去上节目，我就觉得很平淡啊，因为你想想看，美伊战争他们那个停火谈判翻来覆去，川普都已经讲了39次，伊朗都把它算好，你讲了39次要结束了，都还没结束，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讨论一下有什么意义？没有，找不到，真找不到理由在讨论。是啊，那就连 AI 都觉得沈博阳很扯，不是，是连 AI 都记不住各种小东西，东一个小东西，西一个小东西。而阿扁现在就已经到了网上 threads 没有地方没有他的一个状况了。他现在也是海巡的，他就海巡啊，他就超级海巡，他巡的比沈博阳还要认真呢。感觉是他要选市长，而不是沈博阳要选市长。所以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闹剧还会演很久，因为我看沈博阳玩的蛮高兴的。他玩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但是有的时候就理解不能，你知道，我们以前都想要分析一下，那这个这要怎么解释呢？我也不知道那这我们就是我刚刚才看到一个新闻什么新闻？沈博阳又说，你们讲完你怎么好意思讲说要废除监察院？然后你们蓝委很多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还是拿了监委的报告在质询呢。然后不知道三立民视说这是神打脸。他什么都神打脸。我跟你讲，三立跟民视只要讲到沈博阳，神攻击、神回应、神泡面、神吃饭、神陀螺，什么都神。他记者自己下都不累，都这样。这个克鲁小丑说 AI 会讲说，谁能帮我解释一下黑熊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已经进到一个各种状况搞不清楚了，这个真心是这样。我看 TikTok 那边网友说，我们的社群层级别刚刚提升了。我不知道，我每次都5-6个人，所以搞不清楚。那好啦，就是大家高兴国家悲哀，那国家悲哀就悲哀吧，这个也与我无关。我真心，我这礼拜被他搞乱了。但是我们要讲绿营那边的评论员也很辛苦，每天都要瞎鸡巴讲。那然后绿营的那些网友越来越疯，他们挺戒严的。现在每个人都说干，如果戒严怎么样，就不会再发生任何悲剧了。我想说看，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很多都鬼扯。我还看到有一个名嘴直接讲说，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公平啊，无乃人反正欠钱嘛，进去关他6个月就没事啊，就一笔勾销。谁告诉你这样？关6个月一笔勾销，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啊，哪有这么爽啊？管收就是要逼你还钱呢。对啊，你不还就一直压着。对啊，你不还就压，你就算压6个月，6个月好放你出来再继续压。对，他可以延压呀，他可以延压。对啊，所以他们都在我是觉得吴乃仁钱应该准备好了。他这么老一辈的人，那跟你在那边硬压也没什么意思啊。其实照理来讲，
赖清德应该要帮他出这条钱，不是吗？但是校长心情不太好，你不要让人家硬搞嘛。校长，你当初不是为了他连政治生命都赌上吗？所以才怒啊！所以现在嘛又导致，就跟赖月龙现在每天被铁拳教育一样啊。那个赖校长又被一直在追问什么政治生命，所以我觉得不开心呐、就这样，你把他继续拉在那边，搞不好在里面弄一弄割掉了。这个赖清德就想，哎呀，我深自觉得遗憾，但我以后就不用为他负责了，因为没有了当事人法益消失。海马36发4发不发啊，就不发，反正拿到都老弹了。听说从去年就已经这样了，所以跟美国反映了也没有用。那因为美国能给你就很了不起的，因为那个实际上不够，那它不够就是给你库存弹啊，库存弹都是从最下面拿的，而且有一种东西叫做借售弹，不是蒋中正那个借售哦，是刚好要到授期快到了，对，所以大家知不知道那一颗多少钱？不知道啊，那一颗480到550万美金，没有台币台币，对啊，但反正射不中啊，没有关系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推算过，HIMARS 的问题是我们只有82辆发射车，老共把你82辆都摸掉，你就只能用手丢了，所以你有几百枚飞弹没有用。其实海马斯在俄乌战场上现在已经没那么好用，因为 GPS 已经整个被破坏，没办法定位了。是啊，对啊，所以没得讲，这故障率是不是有点过高了？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拿到就是老的旧的。你其他不用讲以前我们还拿过那个整批发霉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防弹衣，还有那个什么快50岁的那个子弹大家知不知道防弹衣其实是有寿命的，防弹衣不可以一直用的，是会老化。是啊，对，所以就不用讲啦。这个网友说我很难想象曾经欣赏的成为这个中小丑之一，人家有选择，人家要赚钱，就不用多讲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呢，就是这个评论员跟这个立委吵架，这本身算了，随便啊，干，我们不要介入别人啊，干我们什么事啊，好不好？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这个兵哥就2周后，我上次发现我们以前都在节目上会约，所以这个网友就不用再多问。我看2周后是礼拜几？不是是几号？27啊，不是28。6月28。靠！我儿子把他的那个行事历 A 到我这边来了，导致我卷到那一天看到是断考。靠背了，6日你断考个屁呀、儿子！不要乱写，好不好 ？OK， 6月28。好，没问题。好啦，没问题。那今日就跟兵哥开开心心的这个说拜拜了，好不好？我们也会再订一些这个产品给兵哥好好吃，好不好？谢谢。这个就这样子啊，乞丐时光带。干，我还没有吃晚餐呢，我等下想要吃炸鸡，我下午还没有时间弄。炸鸡，这附近哪里有卖炸鸡？胖老爹呀。OK。对啊。好啦，那鹅是谁？就你认识的人，那我们就不多讲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啊，谢谢大家，拜拜。